俄罗斯防长表示，北约已经实际介入俄乌。丹麦结束长达70年的禁令，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德国5000名士兵永久驻军立陶宛，直逼俄罗斯飞地和白俄罗斯。以军持续推进，计划修建地下墙。以色列在敌以边境布下重兵，要求真主党后撤10公里，缓解当前紧张局势。美国寻求低成本防御胡塞武装袭击手段。福特号第3次延长部署，卡尔文森号访问新加坡。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公开表示，北约已经实际介入俄乌战争，尤其是北约国家的军事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这场俄乌战争之中。北约直接介入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北约军事人员以雇佣兵方式在乌克兰战场与俄军作战，北约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各类装备，并帮助训练乌军部队。绍伊古还认为，考虑到北约高端武器操作训练时间过长，北约干脆直接操作这类武器，包括防空导弹、战术导弹以及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另外，还有军事顾问对乌军作战进行指导。另外，北约将数百颗卫星的监视数据提供给乌克兰，协助乌军打击俄罗斯重要目标，包括炮兵阵地、军舰、指挥所以及军火库等。不过，这些很正常，仅仅依靠乌克兰自己是无法对抗俄罗斯的。如果不是北约的支援帮助，可能在去年开战3个月的时候，乌克兰就已经战败了。另外，这场战事也让北约有了一种危机感。德国外交政策学会表示，北约必须为可能到来的直接冲突做好准备，迎接俄罗斯给予欧洲国家的军事威胁。按照德国外交政策学会的看法，北约还有6到10年的时间来应对与俄罗斯的战争。虽然目前双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俄乌的战事也没有结束，但北约已经明白，现代战争早已颠覆过往认知。目前，北约面临着2个挑战。一个是战争实力与潜力的不匹配，另一个是作战素质与经验的不足。在过去多年的工业化与基建化的过程中，北约的实际战斗潜力遭到了严重削弱。在苏联解体之后，北约不少成员国纷纷刀剑入库，放马归山。表面上，北约拥有数十个成员国，面对俄罗斯应该有很大优势。如果仅对比作战实力，那的确是这样。但现在的北约还未做好与俄罗斯直接作战的准备，包括联合部队、武器库存以及后勤等方面，所以北约主要6到10年来做这个准备。丹麦结束长达70年的禁令，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芬兰刚和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丹麦也来了。12月19日，丹麦政府宣布与美国达成一项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军队和装备永久驻扎在丹麦领土。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为期10年的提议是丹麦国防的突破。要知道，自1953年以来，丹麦一直拒绝为美国或者其他北约国家提供军事基地或部署核弹头，而新的防务合作协议结束了这个长达70年的禁令。丹麦将允许美国使用3个空军基地，分别是位于日德兰半岛南部和北部的卡鲁普、斯克里德斯楚普和奥尔堡。同时，除了驻扎军事人员外，新的防务协议还允许美国使用埃斯比约港，为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部队运送人员、车辆和武器。丹麦与美国将于下周签署该协议，之后丹麦政府将提交议会审议，估计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通过新立法后，协议才会生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防务协议不会改变丹麦关于储存核武器的政策，同时新协议也不允许美国进入格陵兰岛或法罗群岛。此外，瑞典与芬兰已经分别与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乌俄战争的持续，会有更多的国家与美国签署防务协议，俄罗斯在地缘上的困境将愈发明显。德国派5000士兵永久驻军立陶宛，直逼俄罗斯飞地和白俄罗斯。综合德国之声、路透社、Politico 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日，德国与立陶宛签订驻军协议，允许德国派遣4800名士兵和200名军事专家永久进驻立陶宛，并于2027年加入全面战备状态。这是德国自2战之后首次在国外进行永久的大规模军事部署。而驻军地点，报道显示，从2024年开始，德国驻派的士兵首先会驻扎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和维尔纽斯等城市。之所以会选择驻军立陶宛，是因为立陶宛作为北约成员国，在地理上与俄罗斯的飞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接壤，
受俄乌冲突波及风险高。德国的驻军行动无疑让立陶宛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驻军地点又离俄罗斯与北约潜在冲突爆发点的苏瓦乌基走廊和加里宁格勒特别近，因此对俄罗斯和北约都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德国驻军立陶宛的部队编号为第42重型装甲旅，其中一部分来自德国北部奥古斯拉夫的203装甲营。只是由于该营已经把所有的豹2坦克提供给了乌克兰，所以该部队可能会在没有主战坦克的情况下被派往立陶宛进驻。当然，德国也在加快生产豹2型坦克，所以在2027年部署完成时，可能会有豹2装备。按照18日签署的协议，第42装甲旅的第一批部队将于2024年开始部署，整个旅将会于2027年之前部署完毕。至于每月的维护费用，第42装甲旅在德国每月的维护费用在2500万到3000万欧元之间。在2027年之前，该部队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德国一笔1000亿欧元的国防专项资金。在此之后，德国才会重新拟定新的资金计划，来维持第42装甲旅的开支。而且立陶宛方面也是需要为驻军士兵提供必要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立陶宛议员卡斯丘纳斯表示，立陶宛将在未来几年内拿出国内 GDP 的 0.3% 来为德国军队的部署提供资金和入驻准备，同时还将确保入驻的德国军人及其家属能够以母语获得教育、医疗及其他服务。对于德国驻军立陶宛的举动，德防长皮斯托留斯形容此举是在美国领导下德国承担领导责任的一种方式，是防务关系中的积极一步，旨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立陶宛提供支持，以加强北约东翼安全。立陶宛的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也在18日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目前俄罗斯仍然是立陶宛与北约国家的主要威胁。德军的派驻将显著增强立陶宛的防御能力，也将增强北约的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12月19日，继发现加沙最大地道之后，以军又扩大地面行动范围。过去2周，以军称在谢贾亚消灭600名哈马斯，摧毁10多个地道竖井，包括哈马斯武器库、地下指挥中心。同时，以军还摧毁了谢贾亚广场的哈马斯纪念碑。据称，这个纪念碑是纪念2014年哈马斯成功袭击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而设立，但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哈马斯将彻底被摧毁，纪念碑也不复存在。此外，哈马斯在拜特哈农的所有主要营地和据点全部被占领。截止12月19日，以色列宣布消灭超过7000名哈马斯，摧毁众多地道，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资料等。在11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同时，奥斯汀强调，在针对哈马斯的后续打击中，美国不会决定战争时间表或条款，战争将直至哈马斯的终结，行动取决于以色列。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英国中东观察网站报道，以色列计划在加沙地带与埃及的边境线处修建一堵地下墙，全长约14公里。报道称，以色列计划在费城走廊修建这堵墙。费城走廊是沿着加沙和埃及边境全长约14公里的狭长地带。以色列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开始建造，并且已经派遣代表团前往埃及进行谈判。在以色列加大对加沙南部的攻势后，抵抗之火组织也加强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力度。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以临时边境线附近与以色列军队持续展开激烈交火。据黎巴嫩真主党的报道，18日晚，真主党武装对着以色列边境城镇的铁穹防空系统发射了一连串火箭弹。目前虽暂无毁伤报告，但据外界估计，真主党手上掌握着超过20万枚火箭弹，还有大量的波尔坎导弹，是有能力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打击的。相比此前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哈马斯仅发射了4500枚火箭弹，就让以色列遭受了重大损失。所以真主党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对以色列发起一轮甚至数轮比阿克萨洪水规模更大的袭击行动。可见抵抗之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感到了不小的外部压力。不过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以色列除了打击哈马斯外，就是将目光集中在了胡塞武装身上，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地区频繁袭击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让以色列无法正常开展经济活动。在近1周的时间里，就至少有7艘船只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从10月初算起，据路透社统计，
胡塞武装已经发射了超过1000枚导弹。多起袭击事件的发生，导致红海航运风险加剧，就连4大航运巨头都已宣布暂停了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的航线。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统计，以色列今年4季度的经济将出现萎缩，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守势，集中力量去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和哈马斯的反抗斗争。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期间，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等以方官员。双方3名知情官员称，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告诉奥斯汀，以色列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黎以边境的紧张局势。协议内容是以方希望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组织从边境往后退10公里，以防止全面冲突的爆发。对于以方的这项提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同意，称华盛顿愿意推动这则提议成为现实，但要求以色列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期间不要采取任何措施来促使紧张局势升级。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会同意这单方面让步的要求吗？有分析认为，以色列的提议很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因为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缓和地区局势的前一晚，以色列国防部对黎巴嫩发出了战争警告。据以色列国防部称，数万以色列民众已经从靠近黎以边境的农业区撤离，以军还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表，且已得到了以军总参谋长的批准，可以随时对黎巴嫩展开全面进攻。另外，在发出战争警告的同一时间，以色列还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艾塔沙木发起袭击，所以对于以色列要求后退10公里的提议，大概率会拒绝。在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上，目前虽然尚不清楚以色列和10国组建的海军特遣小队会如何行动，但如何解决高昂的防御成本却是当务之急。据美国政客新闻网12月19日报道，随着美军在红海地区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的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国防部开始担忧成本问题。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过去2个月之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红海击落了38架无人机和多枚导弹。仅在16日，美海军卡尼号导弹驱逐舰就拦截了14架自杀式无人机。报道称，虽然美军没有公布使用何种导弹来击落无人机，但有专家认为标准2 Block 4导弹最适合这项任务。该导弹单枚售价高达210万美元，而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单价仅有2000美元。面对高昂的防御成本，美海军分析中心顾问塞缪尔·本德特认为，降低防御成本至关重要。福特号再次延长部署。12月15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再次延长福特号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部署，这已经是福特号第3次延长部署了。综合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之前的报道，奥斯汀分别在10月17日和11月20日下达延长福特号部署的命令。今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前往欧洲进行第2次作战部署，也是其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战部署。福特号本来只是为了填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返回诺福克后，美国在地中海区域对俄方向的航母真空区。按照原计划，福特号将在年底前结束部署，由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接替。只是以哈冲突爆发之后，原本接替福特号的艾森豪威尔号也被派往中东地区，配合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意外。10月23日，奥斯汀又决定将艾森豪威尔号改派至美国中央司令部以及第5舰队任务区，也就是波斯湾地区，从而威慑伊朗。接替福特号的计划自然无法如期执行，而又因为以哈冲突向外辐射，红海地区局势紧张，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中的其他舰艇也已经延长了部署时间。另一边，时隔6年，美航母卡尔文森号再度访问新加坡，11月下旬才抵达。韩国釜山军港的卡尔文森号近日南下航行，抵达新加坡。美军国防视觉信息发布服务新闻稿指出，本次出动的第1航母打击群包含了海军第2舰机载大队、普林斯顿号巡洋舰以及基德号和史特雷特号驱逐舰。卡尔文森号舰队上次访问新加坡还是在2017年4月4日，当时从1月份开始，卡尔文森号受派轮驻西太平洋，与日韩分别进行双边军演和海上训练，并执行南海巡逻。
最终在4月8日完成任务后返航。今年的卡尔文森号舰队则是在10月12号从加州圣地亚哥军港出发至西太平洋，先是在南海参加年度联合海上演习，之后北上访问韩国釜山军港，本月则是再度南下新加坡，进行阔别6年的访问。12月15日，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下一代哨兵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正面临超过最初960亿美元项目预算的风险。据统计，每枚哨兵导弹以及建设发射井等相关费用，比2020年预计的1.18亿美元高出50%。理论上来说，这将使哨兵项目的整体成本上升到1170亿美元左右。而预算一旦超支，就可能触发法律条款，引来可能导致项目终止的审查。报道称，美国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的哨兵项目办公室已经向空军总部提交了一份项目偏差报告，美国空军官员也已经开始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美国空军采办主任亨特给彭博社的声明中表示，将花费大约45天的时间进行评估，以确定哨兵项目的成本是否超过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军方评估认为增加的成本将超过法律规定的阈值，那就必须重新通知国会，评估哨兵项目是否继续推进，还是直接终止。虽然美国军方和国会都支持哨兵项目，但是也曾有美国议员敦促终止哨兵项目，选择对民兵3进行延寿。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终止哨兵项目？ LGM-35A 哨兵目的是取代当前的民兵3。2020年9月，美国空军与诺格公司达成一项133亿美元的专项协议，用于哨兵的研发，并计划订购660枚哨兵、400枚实弹、260枚试验弹，总成本达到了960亿美元。预计在2029年之后，按照1:1的方式取代现役的民兵3。美国目前有450个民兵3导弹发射井，400个处于作战状态，50个处于可用状态，并没有部署导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哨兵的性能与进度也还可以，其采用静态点火以及3级助推技术，无论是射程、精度还是打击威力，都比民兵3要强。而且在2023年3月2日，美国空军与诺格公司就在犹他州海角完成了哨兵3级推进系列的首次静态点火测试。至于美国会不会终止哨兵项目，火力军的看法是不会。在研发之初，美军就已经做好了耗费几千亿美元的准备，而且美国不会选择继续为民兵3续命，原因很简单，民兵3实在是太老了，续命的效益很低，同时可靠性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民兵3在1970年开始装备美军，1975年完成部署，到现在基本都已经服役50年。不过民兵3最开始只是用于临时过渡的产物，计划服役的时间只有10年。结果苏联解体，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升级也就搁置了下来。为了保证民兵3可以正常工作，自1970年部署以来，美国空军就对民兵3进行了多次延寿改进，但是维护成本越来越高。早期民兵3导弹的维护费用大约为每年12亿美元，2004年提升到每年2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以后将会涨到每年50亿美元。其次就是可靠性的问题。2023年11月1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当天试射的一枚民兵3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异常，被迫在太平洋上空启动自毁程序。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武器专家汉斯·克里斯滕森称，民兵3已经出现多次发射失败的情况。2011年和2018年，民兵3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异常而被迫自毁。2021年，一枚民兵3的发射程序出现异常，被迫终止发射。这也没办法，年龄太大了。不少媒体对民兵3的评价就是，美国士兵操纵着1970年部署的弹道导弹，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筑的混凝土地堡中待命，以保卫21世纪的美国安全。所以火力军认为，美国会继续增加哨兵导弹的预算。关于本期资讯，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